我记得是最近这几天，有一天早上呢，我坐在梳妆台前面，然后呢，我抬头看，发现窗外天气非常好，阳光呢非常的明媚。然后那一天早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就比较悠闲。我看着树木，然后也有鸟叫声，就突然，我感觉有一股幸福感涌上心来。我感觉我这时刻好幸福，我就突然的回想了一下我的人生，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有变化。虽然呢也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也有很多要反省的地方，但我发现我总体来说，我走在我想要的那种人生的道路上，我感觉我越来越接近理想的我的状态。我发现我自己悄悄养成了好多种习惯，这些习惯日积月累，改善了我的行动，也改善了我的思维。我发现是这些小习惯悄悄的在改变着我的生活。我觉得我以前虽然我不是非常悲观的人，虽然我也不是非常的，也不能说我的生活不幸福，但是我发现我慢慢变成了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慢慢变成了享受生活的人。我感觉我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感觉我的幸福度不能说高了很多，但我的幸福频繁了很多。所以呢，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我悄悄养成的几种习惯，可能不会全部都适用于我们每个人，但是肯定会有启发，肯定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更加丰富一点、更加生动一点。偷偷养成的第一个小习惯呢是睡前做美好的想象。我知道"想象"这个词我用了很多次很多次，感觉也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呢，这个确实是我最近好几年好几年都在用的一个小习惯。那想象怎么做呢？就是想象自己明天是什么样的一天，我要想象我最美好、最美好的明天。我有时候就在试探自己的想象力，我就问自己：你的想象力就只够这些吗？你只能想象这么些美好的事情吗？不能再美好吗？你的想象力不能再丰富一点吗？我有时候就会这样反问自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想象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要想象最美好的事情，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被困在什么样的困境啊，或者是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现状就是这些，就想象明天也会是这样的一天。不要这样，我们要想象更美好的明天。就是说，不管怎么大的好事情，不管是多么渺小的一个机会，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都会发生在明天。所以呢，就要想象我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明天。想着想着呢，我的想象力就开始发散起来，就会想很多事情，然后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美好。那我这样做，我现在才发现这样做非常的有用，是因为睡前呢是我们意识在变弱，然后我们的潜意识呢开始慢慢就是接管我们大脑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是我们最接近我们潜意识的一个时候。然后呢，我们睡前想的东西呢，大脑它就会自动的去加固我们的信息，它会优先我们睡前想的东西。所以呢，第一就是我们想这些美好的事情呢，能让我们的身体放松，因为大脑在处理这些美好的事情嘛。所以身体也会自然放松，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能非常安稳的入眠，我们的睡眠的质量也会变好。然后第二呢，就是就算我睡前情绪不是很好，有些悲伤啊，或者是烦躁啊、焦虑啊，但是我想象这些美好的事情呢，我就会带着比较舒服、比较满足感入睡。所以呢，第二天起床呢，我的情绪底色会更稳定一些，就是我的情绪会被重置。第三个也是，它会慢慢改变我的思维。就我每天晚上都在想象我美好的事情，其实这也是一种训练嘛，就我每天都在训练我的思维。那我发现呢，我小时候虽然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但我确实也没有非常的乐观，或者是我也没有非常的自信啊，我就非常的一个普通的人。但我感觉我现在是无比的乐观，我感觉我自信了很多，我感觉我的思维、我的思想不会很懦弱，我感觉我抗压能力，或者是抗悲伤的能力，或者是其他那些能力都提高了很多很多。我感觉这都是因为我睡前想象，或者是锻炼我的思维，就总想着那些美好的事情养成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思维啊，有时候非常就是低落的时候，或者是焦虑的时候，就算我要求自己，我要求我的大脑想些美好的事情，有时候发现并不能，因为这些想象其实也是需要锻炼的。每天都在锻炼的话，我想这些事情就能想得到，但没有经过锻炼的话，有时候并不能逼自己去想些好的事情。有时候那个坏的、消极的思维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转流。所以呢，睡前想象力其实也等于一种思维的训练。建议大家呢也可以试一下，睡前想象自己最美好的一天。
那第二个偷偷养成的小习惯呢，是有活力的开启早晨。我们都知道早晨非常重要，是一天的开头。那有活力的开启我们的早晨，这一天都会有活力。以前的我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我对早晨我是非常脆弱的。在早晨，第一我不能早起，第二我会有脾气，第三我会感觉非常疲惫，可能是我睡眠质量不好，或者是我睡得比较晚，会感觉非常的疲惫，导致我无法敏捷的思考，也导致我效率特别低。我以前听过就是冥想特别好嘛，那我家人也特别喜欢冥想。好几年前我就试过起床冥想，但是呢我没有坚持住，因为我本来我就不能早起，结果我起来了，然后坐在那边闭着眼睛冥想，发现我会睡着，试过好几次我都睡着了。所以呢冥想这个对我不管用。所以第二次我试的是我试着去拉伸，去把身体唤醒。那身体唤醒了，我的大脑应该也会被唤醒吧，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去试了几天，发现呢也没能坚持下来。因为身体跟大脑都处在半清醒的状态，然后就强迫自己拉伸，强迫自己的身体起来，我发现我的身体会非常的痛苦，导致呢坚持不住，根本坚持不住。那我也有想很多个办法。那最近我一直在坚持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说过我脸特别容易肿嘛，所以呢我早晨会敷我的面膜。那敷着面膜的时候，我发现我不会困，因为面膜是冰凉的，它导致我没那么困。那我敷面膜的时候，我可以听我的冥想；我敷面膜的时候，可以自己说肯定语，因为我不会入睡，我也能集中起来。因为我有时候会敷我的眼睛，导致我一定要闭着眼睛。那这个时候是我听冥想的最佳时期。那我最近也有坚持敷面膜听冥想，也坚持了好几年了。我发现这个是我开启活力的早晨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手段。那大家也都知道听冥想或者是说肯定语的重要性。那实际坚持下来的话，也会发现每一天真的会非常的有活力，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感觉早上非常非常痛苦，而且有些时候就是毫无根源、毫无理由的非常的焦虑。但真正开始上班、上学，真正开始工作、学习，也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但是早晨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痛苦，难以摆脱那个负面的情绪。但是呢，听冥想，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强迫自己平稳下来，这样的话就会发现那些痛苦会减弱很多。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也不一定是我说的办法，也不一定非得要敷着面膜听冥想的视频，大家可以找一找适合自己的方法。那对我来说呢，敷着面膜听冥想，这个既不浪费时间，也能有活力的开启这一天。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习惯。那第三个习惯呢，是我踏上了减肥的道路。这个减肥不像大家想象的那种刻苦的减肥，就是一定要瘦成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减肥。我说的减肥呢，是比较健康的，是我想达到的一个体脂率的减肥。而且这个减肥，我说的是，因为大家也知道3分练7分吃嘛，所以这个减肥我说的是吃的一个方面。那我减肥是开始在大概5年前，我发现我需要减肥，我发现我可以变得更健康，我可以变得更年轻。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人，我的饭量非常多，但是我的运动量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一开始有一个健身教练，他就建议我去计算卡路里，只要我消耗的卡路里比我吃进去的卡路里多出来一点，那我就能减下来。第一年呢，我就开始非常用力的去计算我的卡路里，去计算我的热量，这个确实非常有用。我坚持了也有半年、1年多了，但我发现呢，有些时候我还是不能坚持下来，或者是我出去外出跟朋友们吃饭呀，跟同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计算卡路里不会很方便，就在大家面前一直在那边计算，其实看起来也不太好嘛，所以我发现这个很难坚持。这第二也是，比如说去点外卖啊，或者是在外出吃饭的时候，有些热量我很难计算，只能估量它，也没有很准确。所以呢，这个计算卡路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我就开始不做了。第二，我开始做的是尽量的少吃碳水。我发现只要少吃碳水，就算我吃再多的蛋白质，或者是我吃再多的那种纤维，也不会长胖。但是这个也没有坚持很久，因为我这个人非常喜欢吃面，非常喜欢吃辛辣的东西。辛辣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碳水跟脂肪的混合物，
但是经过这2-3年的减肥，我开始慢慢的观察自己的身体，我开始回想反省一下，为什么我没能坚持下来。我对自己其实也没有很苛刻，但我就是没能坚持下来。然后呢，我得到的结论是，我的身体有它自己的周期，有它自己的起伏，我应该按照我身体的规律去安排。比如说呢，有些时期食欲非常非常旺盛，我相信很多女生都会有同感，就是有些时候食欲是非常非常旺盛的，这些时候计算热量或者是控制自己不吃碳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只要这个时期我们坚持过头了，或者是努力过头了，就会发现很容易反弹，或者是很容易去暴食。那这个一次的暴饮暴食就导致了我们这几天好几天的努力都白费了。但是有些时期呢，就其实也没有非常多的食欲，或者是有些时期意志是非常强的。那这些时期就算非常苛刻的对待自己，就算我的碳水的摄入量减少很多，或者是我的热量减少很多，其实也不会很痛苦。所以呢，我就开始观察自己的身体，观察这些身体的跌宕起伏，然后我做的是按照我身体的规律去安排我的饮食。但我也知道去计算或者去想很多东西也会很累，也会很难坚持，所以我每天做的是只要保证我晚上睡前有一些空腹感就可以了。不要觉得这个非常简单，但是真正行动起来真的会特别有用。我们发现我们有时候会报复性饮食，就是没有食欲的时候其实不吃很多也可以，但我们就是想多吃一点，但其实这些是不需要的。这里呢，我想举2个具体的例子供大家参考。第一呢，如果有一天我特别想吃高热量的食物、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螺蛳粉呀，或者是过桥米线呀这种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些含钠量特别高，油脂也特别高，但是我又特别想吃，这些时候呢，我肯定会吃。但我吃有2个方法。第一呢，我不去点外卖，我去实体店吃。比如说这个实体店离我2公里、3公里的时候，我就会走过去吃，然后再走回来。比如说它离我4公里、5公里比较远哈，我就去先走过去再吃，或者是吃完以后我再走回来，这是我的一个办法。但比如说有一些天我没有时间去走路，那我还是会点外卖，但是呢我会控制在中午点。中午呢我会就完全没有顾虑的去吃很多，但是呢晚上我会尽量少吃，或者是直接不吃。如果有特别特别想吃的食物的时候，我是不会去忍耐的，我是会去吃的，但是我会选择方法。那第2个点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食物啊，它们口味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含盐量或者是含糖量或者是碳水量、热量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选那种糖分比较少的。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因为呢，我本人现在住在日本，那日本其实有很多那种没有糖分啊，或者是糖分比较低的食物。那第一，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啤酒，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喝酒，但是啤酒呢，大家也都知道含糖量也特别高，热量也特别高。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选没有糖的啤酒，这是普通的啤酒。那这个呢是没有糖分的啤酒，那我就不会选这个，我就会选糖分低的啤酒，或者是日本也有一个叫嗨棒的酒类，就是威士忌跟碳酸结合的一个饮料。那这个饮料它就会热量比较低。那我们喝酒的时候，如果你有很多喜欢的种类的话，我们可以选那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酒来喝。再比如说我们喝饮料，大家都很喜欢喝饮料，那比如说可乐，那我们就选没有糖的可乐。再比如说呢，我们也很多人喜欢吃饭是吧？饭啊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呢就是普通的白米饭，有200克，有294的热量。我们呢可以选量比较少的，热量比较低的。那这个饭呢，它就只有140克，只有150热量，是刚才白米饭的1半。但是呢，比如说我特别饿，想吃很多白米饭，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全米或者是粗米来代替白米饭。这样的话呢，就算是同样的饭量，这些呢会更有营养些，会更不容易让我们长胖。但是很显然，有些天我们是无法做到的，有些天会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啊，或者是有无法预测的意料外的事情啊。但是呢，没能坚持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第2天多走一点，多走动一点，或者是多运动一些，或者是第2天少摄入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减肥也不一定说大家一定要去减肥，我想说的是要好好观察自己的身体，好好倾听它的一个信息，去观察自己的周期，这会让我们的身体跟我们更和谐的相处，更能简单的去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第4个想跟大家分享的点呢，是我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大家也都知道运动非常重要是吧？但是无法去坚持，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到高中之前我一直在学跆拳道，有在运动，但是我到了大学我就突然的不想运动了，我就想去享受空闲的时间，我就不想动起来，导致我大学4年一动不动，完全没有运动。然后出了社会开始上班，也不能说体力不支，但我发现我的体力会减弱很多，免疫力呢我感觉也下降了很多，所以呢我就感觉我需要运动。那因为是上班嘛，所以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时间，但我当时强迫自己每周一定要运动3次，不管有氧无氧加起来一定要40分钟以上，1周3次。
但一开始坚持的还挺好的，因为当时是在家办公。但是开始去公司以后，发现很难去维持运动的时间，很难有时间抽空来运动。所以呢，第一我改的是我多走路，能走我就走。比如说我这个家到市中心有4公里，比如说有些时候周末我约朋友去市中心吃饭，有时候就会走过去，或者是我吃完饭我走回来，就是能走我就走。这个散步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就也没有感觉自己在运动，但会悄咪咪的消耗很多热量，然后也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体力。第二个我做的是每天晚上睡前做2分钟的平板支撑，再做5分钟的拉伸。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你这些2分钟没有用，没有用，我也知道，但是并不是说这个2分钟能让我减少脂肪，或者是让我增加我的肌肉。我知道这2分钟是并不能的，但是这2分钟确实能让我体力有所增强，或者这个拉伸能让我的身体放松。其实这2分钟累积下来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没有时间抽空运动啊，可以多走路，多散步。第二是可以睡前抽2-3分钟去做平板支撑，或者是去做拉伸，这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有用，能让我们变得更健康。我还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第1年我的身体年龄比我实际年龄要大2岁，但是现在过了6-7年，我现在的身体年龄比我的生理年龄要少5岁。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年轻了好几岁。我觉得我的这些小习惯日积月累，它是会有很大很大的效果的。第5个习惯呢是读书的习惯。我知道这个也是非常听起来肤浅，听起来非常的枯燥，但我希望大家能听下去。因为呢，我以前也是非常非常讨厌读书的人。大家都知道读书非常好，对我们很有用处，但是就是不喜欢读书，或者是就是坚持不下来。那我也是其中一个人。因为我们家不管是我姐姐，不管是我的妹妹，不管是我爸妈，大家都喜欢读书，就我一个人就不能读下去，不能读进去。直到大学毕业，我好像没有几本书是我完全读下来的，就我没有完整的读过一本书。当然1-2本还是应该是有的，但我记得应该反正就是很少很少。我也知道大家也都知道读书非常重要我也想改变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能有更深的一些造诣，我希望我能沉下心来，就我不希望我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人。所以呢，我一开始强迫自己去读书，但是我发现我看纸质的书我能1秒入睡。虽然我也有夸张，但是反正就是读书能让我变得非常非常困。每当说起这些，我都觉得我高中时候的自己或者是我上学时候的自己真的很了不起，一直在看书，虽然很困，但一直在坚持。我发现了这一点，我就觉得那我可以听书啊，所以呢，我就开始一边看一边听。我当时用的是微信读书的软件，那边有听书的一个功能，然后我就开始听书，发现哇，突飞猛进，读书的进度快了好多好多。以前1-2年都没能读下来的书，1-2个月我就读下来了。从这时候开始，我就养起了听书的习惯。有些时候在家做家务我就会放去听书，或者是上班的时候或者是去睡前我就会听书。然后我发现了很多习惯都是越简单越好，就是你越容易坚持越好，不然无法坚持。因为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看纸质的书让我犯困，那我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因为我每次都睡着了，我怎么能坚持，是不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找到不让自己痛苦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捷径去放松自己，这样的习惯才能坚持下来。那读书我也是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通道，那我找到的捷径就是去听书。那我开始上班以后读的书是我整个上班之前读的书的好几倍好几倍。那我希望大家也能找到一个适合读书的小习惯。第6个习惯呢，就是开始护肤的习惯。一直以来我对我自己的皮肤是非常没有自信的，以前没有做或者是不敢开始，是因为护肤有太多太多要知道的知识，有太多太多的理论，导致我不敢开始，不敢迈出第一步。而且呢，每个人的肤质肤色都不一样，导致我不知道该听哪些理论，该听哪个人的话。我姐姐总跟我说，护肤最基础只有2个东西，一是保湿，二是防晒。我当时没有听进去，我一开始是去了皮肤科，只服用皮肤科给我开的药，当时是效果很好。但是去过皮肤科的人都知道，皮肤科的药一开始很管用，但是过了一会儿，它的药效会降低很多。
我突然就想起了我姐姐跟我说的话，最主要的还是一个保湿跟防晒。所以第一我就开始做起了保湿。我不懂很多那些成分，所以呢我只用保湿的，就是非常单一成分的保湿。我就开始非常注重皮肤的湿度，因为我住在日本，日本的冬天是非常非常干燥的，那我就非常注重保湿，就一直在喷雾啊，或者是用好几次水乳啊，一直敷面膜啊，这样就一定要保湿。然后我发现我的皮肤真的好了很多，就是长痘痘的这个频率减少了很多很多。那防晒是最近开始做的，因为我头发也是黄色，那我素颜的时候我发现我皮肤非常黑，所以呢我最近就有开始做防晒，就是早晨起来水乳加防晒霜，就这么简单，我就做2个东西，就是保湿跟防晒。但我发现我的皮肤真的好了很多，那皮肤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那个附加的小知识就是我护肤的时候，就是抹水乳啊或者是抹面霜的时候，我会一起做瘦脸操，就是反正要抹嘛，就抹得更细腻一点，抹得更久一点，这样也能导致我们松弛我们皮肤的紧张，能让我们的血液流通的更通畅一点，会让我们有消腮瘦脸的效果。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那种瘦脸操，有很多很多，可以试着做一下。那第7也是最后一个习惯是开始做起了计划。以前呢当然也有计划，但以前是因为每天都要上学，学校会给我们发时间表，学校或者是家长老师会替我们做计划。长大了以后，出了社会以后，发现还是要自己做计划的。我会分3个计划，一个是10年计划，第2个是半年计划，第3个是做1周的计划。什么意思呢？10年计划是整个10年，比如说我20岁到30岁，我计划我自己，第一我先能独立，第2我能做我喜欢的工作，第3呢我对金钱没有顾虑，我可以自由自在的花自己的钱去享受自己的生活。整体来说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那现在我感觉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计划。第一我能独立，第2我有剩余的金钱，第3我在做着我非常喜欢的工作。我以前都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工作，因为20岁我刚进大学，我不知道我毕业后是什么样子的，我当时也没有梦想，但我只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希望我能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现在我有在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当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喜欢数据分析呀，我当时还是文科生，但我现在确实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这个10年计划就是保证我10年的一个方向，可能模糊或者是不清楚，但是这个方向还是要有的。这个就是10年计划，就是能指导我一个方向，能给我一个方向的一个指标。那第2个计划半年计划呢，就是更具体一点。比如说我1-2年前就开始学习了法语，那我定半年计划，就比如说第1年开始学的那个法语的半年，我计划我认识全部的字母可以到达 A1 的水平。那第2个半年计划呢，我计划自己能到达 A2 的水平。那比如说今年我就计划我去考 B2 的证书，就是这样会更具体一点。但毕竟半年6个月能做很多事情，所以这个计划比10年计划就会具体很多很多，但是比1周计划的话还是要比较抽象一点，就会模糊一些。那这个1周计划呢就非常的具体了，就比如说这1周我要运动3天，我要读书2个小时，我要拍视频拍2个小时，我要剪视频剪3个小时，就非常非常的具体。但我为什么不做1天的计划呢？因为有些天，比如说我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我今天突然被同事约出去吃饭，1天的计划是很容易被打乱的。但是只要做1周的计划，比如说我今天计划去运动，但我没能运动，那我可以拖到明天去运动。1周的计划会比1天计划灵活很多。所以呢，我就会每周都会做1周的计划，我会每周星期日晚上去做1周的计划。这样做计划会让我们的人生有规划，会减少我们的焦虑。而且呢，有些时候发现就算这个半年计划或1周计划，有些时候我只能做一半，只能做到一半，有些时候会感到比较沮丧。但是回过头来发现，因为做了计划，我才做了一半，是不是？如果没有计划，我可能一件事情我都没能做。那最主要的点就是没能守住这个计划，没能按计划发展，也不焦虑，也不着急，也不要就是去指责自己，去说自己做的不好，不够好。没有做到的放到下一周的计划就好了，我是这样去做的计划的。以上就是我偷偷养成的7个小习惯，每个习惯都不会很难坚持，
因为这每个习惯都是我这几年去研究、去反省自己、去总结的一个小习惯，能让自己坚持下来的小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些习惯都还挺容易坚持的。大家也知道，习惯养成、坚持了，做着做着能改变我们的行动模式，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慢慢，它能改变我们的性格，能改变我们的命运，是不是？所以小习惯其实真的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参考我说的话，去制定属于自己的小习惯。这些小习惯真的能改变人的一生。好，那希望呢大家能喜欢我的视频，希望大家能留言或者是关注我。那我们下一期再见。